大家好，比特币昨天在支撑 66K， 等下从一些数据来聊一聊比特币 66K 会支撑住吗？以及美国大选时间还剩2周，目前特朗普的胜率是接近 64%， 所以我感觉没必要担心啊。不管是 50K 左右这一次再做多的利润，或者是2年之前底部 all in 的利润，希望朋友们全部抱住。包括这一次交易群上面狗狗币如果有在一起做多的利润，我也是没有平仓啊。那等下来分享几张图表里面的知识。如果你喜欢本视频，感谢点赞订阅小铃铛，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另外，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而且今年10月10号 OKX 首家拿到阿联酋的完整加密货币牌照，也是首家被迪拜 VARA 获准通过的完整运营持牌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在阿联酋的投资者可以直接通过当地的银行出入境。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佣 20%。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月线的这张图表。有些朋友是担心，如果川普落选，那比特币或者是狗狗币，包括其他的一些山寨币会不会下跌？但是也是跟大家讲过，历史上不管谁当选为总统，后面比特币基本上都是涨的。所以我们再来聊一下比特币的长线啊。如果我们参考历史上比特币 all time high， 也就是突破历史新高，你去看一下有哪一个年份它突破历史新高，后面涨幅只有 5% 的涨幅。所以今年的环境或者是2023年这个上涨环境是不同。现货 ETF 在美国上市，那这一根 K 线如果我们从月线来观察，它其实整个盘整区只有一根蜡烛是突破了2021年的 69K 的all time high 历史新高，然后只涨到 74K。 你如果认真去计算突破 all time high， 它最多可能就涨了 5%。 所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2020年的时候，当时的11月份美国总统选举，拜登胜选为总统，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突破了2017年大约$2万左右的这一个历史新高，它涨到顶部也是涨了2倍啊，200% 有可能才是最终的顶部。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在2015年的牛市，涨到这个位置2017年在这一根 K 线突破了之前的历史新高，后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是又涨了12倍。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现在比特币的月线，目前的价格就前几天是又达到 69K。 反正我的观点是这样子，下一步只要突破了，再一次突破 69K， 参考历史的经验，比特币没有哪一次历史新高后面只涨 5%， 这个 74K 就是顶部的。所以我的观点，你至少也要看有没有在1倍2倍以后的涨幅，再看比特币会不会有高位的风险。而且现在整个全球的宏观环境跟以前是不同哦。美国要储备比特币，美国现在都已经在储备比特币，那你认为比特币涨了这么高 ETF 才在这个位置上市，你觉得在之前底部的位置那一些财团或者是美国那边的那一些机构可能早就在前几年都已经在偷偷的或者是大举的买入比特币。未来是数字货币的世界，或者是现在就是未来。你出去的话谁带现金啊？你的手机是不是就是等于你的钱包？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CoinGlass 上面比特币交易所钱包的余额，我们可以看一下就这半年或者是1年的时间，我们可以看一下前面几天还有243万枚左右，这几天又是一个猛窜的下跌。反正机构是一直冲，交易所里面要搬空这个比特币，这几天是又少了接近4万枚到5万枚的比特币。目前钱包的余额反正就是一直在创新低，但是还有很多散户在看空比特币。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现货 ETF 最近的数据哦，我们要记住一个时间点哦，特别是这个贝莱德现货比特币 ETF， 可以观察一下这个时间，10月15号的时候他们开始买进的数量是猛增哦，
一天可能都是接近4000枚或者是6000枚、4000枚，包括10月21号的时候也是接近5000枚比特币的流入。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也就是前面这个 66K 左右的高点，这个位置会不会支撑住？我的观点有可能大概率这个位置会支撑住啊，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15号的时间，就是这一根 K 线，当时这一个下影线的位置，我估计有可能洗盘就已经洗到位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这几天跌到这个位置，或者是有些朋友是担心这两根会不会是一个空头的吞没。我的观点是有可能这个位置只是在盘着，因为虽然这两根看起来是一个空方的吞没，但是昨天这一根 K 线下跌，如果是熊市的市场，空头要乘胜追击。昨天这一根 K 线虽然是没有怎么涨啊，它是一根绿色的 K 线，是一根十字线，那这两根加起来，我倒是感觉这个位置已经是遇到一个多头的抵抗，不排除这个位置短期可能会盘整，不一定会下去啊。当然最差的情况如果下去的话，那就是昨天跟大家提到的 65K， 我估计这个位置有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那熊市的经验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2022年当时的熊市啊，比如这个盘整区，一根大跌的 K 线，2根、3根、4根、5根，连续5、6根，每一天收盘的重心都是不断的在下移，这种就是标准的熊市啊。包括这个位置1、2、3、4、5、6、7、8，连续8根下跌的 K 线，收盘的重心都是在下移，这种就是标准的熊市啊。所以目前的位置，我的观点，短期有可能还是在盘整，因为毕竟涨多了，但是这个位置我不看这一个空头的吞没。我的观点是这两根已经是遇到多头的抵抗，只是我不知道它重心到底会不会洗下去。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月线的这张图表，包括前段时间在 0.1 附近上涨的时候，现在也是有命中，也是有跟大家提啊，美国那边选举2020年11月份的时候是在这一根 K 线后面是连续涨了我不知道多少个月，或者是涨了几百倍，现在也是有这种可能性啊。包括一个时间我们来画一下，当时狗狗币这整个底部如果从2017年的5月份的这个高点你计算到它这个位置选举的时间，就是底部横了非常长的时间，接近41个月的 K 线，或者是1200多天，后面是在这个位置爆发。那现在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前面如果在 0.1 附近有利润的朋友，你从这个高点到接近11月份也是非常接近41个月的时间。最后感谢大家收看订阅我们。